朋友们，大家好。这期视频我们介绍西长安街南侧两条东西走向的胡同新毕街和西荣县胡同。这一带大多已经拆迁，却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往事。新毕街明代称厂墙街，清代因街中只有一侧建有房屋，改称半壁街。民国初年辟建北新华街时，分成东西两部分。1965年将北新华街以西部分改称新毕街，以东部分并入西郊民巷。新毕街的东口南侧是北京文史研究馆，文史馆路对面有一栋简易居民楼，门牌号是新毕街41号。走到楼后面可以看到一个大院子，院门口两侧分别为钟楼和鼓楼，钟鼓楼分上下两层，重檐歇山屋顶。东侧的鼓楼前立有北京文保碑吕祖阁，这座吕祖阁建于清初，是以供奉全真道教北五祖之一吕洞宾为主的道观。清朝时是北京地区供奉吕祖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民国时期还曾作为华北道教总会会址。吕祖阁坐北朝南，为三进院落，如今都已经成为大杂院。过钟鼓楼往北就是第一进院子，殿侧有门楼通往第二进院。二进院有正殿一座，绿琉璃瓦简边，正脊上有精美的砖雕纹饰。二进院是封死的，不能通往第三进院落，需要原路返回走到明光胡同。明光胡同6号院是三进院的院门，正殿及两侧的偏殿均为黄琉璃瓦简边，可见当年这座殿宇的级别之高。正殿为硬山顶，面阔5间，殿前出廊。上世纪50年代，三进院正殿曾做过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办公室。整个吕祖阁目前是水电部的员工宿舍，据说现在这里正在进行腾退。从吕祖阁的西侧起，直到新毕街的西口，2004年开始都已成为了和平门小区。当时为了建设这个小区，拆除了多条胡同，西旧帘子胡同、西新帘子胡同、南翠花胡同、翠花湾、南锁胡同以及明光胡同的大部分。旧帘子胡同明代旧称帘子胡同，因谐音演变为帘子胡同。帘子胡同南侧后来又衍生出一条新的胡同，为与旧有的帘子胡同区别，遂分别称为新帘子胡同和旧帘子胡同。1913年开辟北新华街，新旧两条帘子胡同都被分割为东西两段。2004年后，西旧帘子胡同和西新帘子胡同都已成为和平门小区里面的一部分。西旧帘子胡同路北29号是一所坐北朝南的大四合院，北房5间，东西厢房各3间，还有东跨院。这所院落原是天津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1954年梅兰芳买下了这所宅子。买下此院后，梅家人并未居住，只是用来存放多年积累的大量文物。1961年梅兰芳在经病逝后，梅夫人福芝芳为避免触景伤情，搬到此宅居住。胡同拆迁时，在原址南侧新毕街路北复建了一套梅兰芳故居，把真的拆掉，再造一座假的。这种情况前些年很多，比如我们以前提到过的林白水故居也是如此。西旧帘子胡同东口路北的9号院曾是北京棋院，主体建筑是一座旧式的2层楼房。拆迁后，北京棋院搬到了西松树胡同。此外，著名老中医关佑波曾在胡同内的69号开设医馆。京剧4大昆凌之一的张鄂云也曾住在西旧帘子胡同。而西新帘子胡同最出名的则是林海音女士在《城南旧事》里的描写：新帘子胡同像一把汤匙，我们就住在靠近汤匙的底儿上，正是舀汤喝时碰到嘴唇的地方。文中所提到的汤池位于西新帘子胡同与油坊胡同交界处。
在西新帘子胡同的荒原中，他结识了憨厚善良的小偷，又亲眼看到他被警察押走。新毕街路南有条叫南翠花街的小巷，两侧已经没有老建筑，都是高层了。1966年，社科院考古所曾对金中都的外城城垣遗迹进行实地勘测，得出的结论是，金中都外城东北角就在南翠花街。南翠花街原名翠花街，因为与其他地方同名，1965年为了区分才加上南字。此街原规模为南起西松树胡同，北到西旧帘子胡同，现在北口止于新毕街，再往北的部分现在和平门小区内。此街东侧原本还有一条小胡同，叫翠花湾，是一个几乎呈半圆的小胡同。经专家考证，金中都的东北角并不是直角，有略微向内的凹陷，翠花湾就是地图上那个凹陷之处。别看翠花湾短而曲折，却住过许多高官，如董必武、王震、汪东兴等。从和平门小区北门出来，就来到了西荣县胡同。荣县胡同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明清时荣县胡同东起旧司法部街，西至宣武门内大街，是北京最长的胡同之一。1965年，以北新华街为界，荣县胡同东段称东荣县胡同，西段称西荣县胡同。西荣县胡同路北33号是北京市第31中学，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74年由中华圣公会创办的崇德学堂，1908年迁入荣县胡同筹建崇德中学堂，并于1911年10月28日正式开学。它是北京市建校最早的普通中学。1952年10月，这所教会中学由政府接管，崇德中学从此改名为第31中学。崇德中学以优异的教学质量和严谨的校风闻名，培养了许多蜚声中外的杰出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和他的弟弟梁思永都曾在建校初期在崇德中学小学部学习。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中国的两弹员勋邓稼先在上世纪30年代都在崇德中学学习。在崇德中学读过书的还有我们熟悉的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先生、电影导演孙道临、黄宗江、体育解说员宋世雄等。西荣县胡同45号清初是努尔哈赤曾孙杜尔户的贝勒府，也叫光公府。西侧的51号是玉公府，原为清末镇国公溥玉的府邸。溥玉是康熙第24子胤密的六世孙，贝子绵勋曾孙。绵勋的贝子府原在安定门内宽街。同治8年，原府被赐给咸丰皇帝女儿荣安固伦公主，贝子绵勋迁到了西荣县胡同的新府。溥玉在光绪28年袭镇国公爵，民国后溥玉家道中落，无力支撑。1924年将整座府地卖给了金城银行的老板周作民，成为周宅和金城银行的总部所在地。玉公府坐北朝南，分东、中、西3路，中路有府门、垂花门及5进院落，总占地1万多平米，是北京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贝子府。1959年，这里曾改作四川饭店，是北京最早经营川菜的饭庄之一，经营的部分菜肴和风味小吃还被列为国宴保留菜点。邓小平非常喜欢这里的宫保鸡丁，据说白猫黑猫的理论就是出自这里。上世纪90年代，四川饭店迁往恭王府。1995年，这里挂出了北京中国会的牌匾，香港人邓永锵修缮了这座百年公府，并把府中流失的物品尽量寻回，保留了古朴的风貌。这处私人会所与京城俱乐部、长安俱乐部、美洲俱乐部并称为京城顶级4大会所。大概10年前，会所被关闭，现在为一家公司的办公场所。